欢迎收看《关键时刻》。现在呈现了一个大乱斗的一个状态。现在在台湾，刚刚讲的民进党跟高虹安现在已经斗得要鱼死网破，现在双方都是退此一步，急无实作。而在民进党内，隐然英系虽然现在一个人贴出照片说，我去支持赖清德竞选党主席，可是你就看到两边还是在明争暗斗，而且现在越来越多不利于赖清德的消息，居然一个的浮上了台面。而在国际上，当然那更是一个霸权的战争。是总，我们在讲说美中进行霸权战争，之前讲，我要封锁你的半导体，封锁你半导体，你的机子光机不行，你的运算程式不行，你现在很多的材料不可以给你，甚至你连做出来的晶片的成本你也不可以卖到中国去。现在更可怕的是，我们知道，在整个晶片设计里面有两个大架构，一个是x86，一个是 ARM。是，本来讲x86你不好用，我今天就中国就赌在哪里？中国赌在 ARM 上面。对，就没想到现在《金融时报》说，美国现在也要出的一个政令，就是中国不准用 ARM。中国如果不准用 ARM 的话，它的大数据、它的云端、它的快速运算 AI 会全面的停滞下来。而且我必须说呢，拜登这些人呢，他们对半导体架构好像真的蛮了解的。为什么？他几乎是把中国的半导体发展完全封得死死的，让你没有路可以走的一个状况。我们最早的时候，他就说，18奈米以下的 DRAM 啊，或者128层以上的 NAND Flash 啦，或者14奈米以下的这个逻辑晶片，我用制造端封你一个，让你有一个门槛在这个地方。紧接着，我用设备端，荷兰啊，还有日本啊，他们是卖设备给你的。我在设备端我也卡你，所以等于是你要买设备买不到，那你要用外面的晶圆代工你也做不到。但是你说我自己设计总可以吧？我如果设计出我不要用这么先进的晶片 ，OK 啊。可是没想到现在他也用一个 ARM 里面有一个最新的这个晶片的这个架构，你不准给中国用，所以也就是说他现在让你连设计也没办法设计，你的设计架构都不行。你想要逃避掉用设计来逃避掉这种任何的这个手段，我也不给你这个机会。所以我才说啊，拜登这一招可以说是真的把目前中国能够发展半导体的路都卡到几乎是无路可走的一个局面。所以你从超级电脑，你从云端计算，你从 AI， 你从大数据，对，全面的把你压制住了。好，刚才宝杰早上有一个x86跟 ARM 的架构，x86的其实过去的大家都比较用在什么地方？用在所谓的手机，用在所谓的电脑里面。PCNB 还有大伺服器用的都是x86，那 ARM 架构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手机的架构就是 ARM 架构，另外就是现在所有的什么自驾车那些全部都是 ARM 架构。是哦。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现在的云端运算那些也是 ARM 架构 ，AI 运算。所以也就是说，它现在要管制你是管制什么？下一个世代的明星产品用 ARM 架构了，我基本上要把你框住一个状况。所以未来世界都要建构在 ARM 架构上面。对，那好，那因为我们知道。ARM 的架构的这个 ARM 的老板是孙正义，那你想说，孙正义管得了呢？孙正义在中国不是庞大市场吗？他现在他怎么会屈服呢？宝杰，我跟你讲，他不得不屈服。我们今年以来的话，孙正义他光是在因为中国的损失，他就损失了上千亿美金。他现在唯一能够救他的就是 ARM。ARM 要怎么救他？他要在伦敦或者在美国上市。你要这两个国家的合可，没有合可你没办法上市。而且他一上市之后，他可以有500-600亿的现金进账，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他必须要做一件事。所以即使中国可能也呼吁说你千万不要进，但是现在软体银行的这个孙正义他也管不了这么多，管不了，反正他也只能够按照美国的规定、英国的规定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的一个状况。我们刚才讲的，孙正义跟中国的关系，如果连孙正义都倒过去了，对，那中国还有外国朋友吗？对，好，我们现在讲这个禁令到底是什么呢？因为这一次呢，英国跟美国寄出了叫做瓦圣纳协议。那瓦圣纳协议是什么呢？它是针对说，你可能这些技术会流到可能是你的敌对国家会用军用的时候，我用这个法规来禁止你。它这是禁的是2个产品，一个叫 Neo Nervous V1， 还有 V2跟 V1。这2个是 ARM 里面来说最先进的一个晶片的架构，我这2个不给你，这2个不给你来说，等于是说你完全就没办法发展最新的这个架构。那事实上这个禁令一出来之后，你知道阿里巴巴的平头哥的这个设计师说什么？我觉得西方世界把我们当成是次等人，即使我们有钱，他们也不会把好产品卖给我们。所以就说他真的，所以这个对阿里巴巴很重要，当然很重要，这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还有深圳的一家晶片的设计公司的这个高管，他说呢，之前软体银行600原本他要卖给这个 NVIDIA 嘛，那失败之后，很多人就说ARM应该是永远都会帮我们中国，但没想到现在被排除了。那他就说，因为他们现在用的是所谓 Nervous V 的这个系列不能够用，所以他们要改用 N 这个系列。N 系列呢是比较低一层的系列，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呢全部要改变他们设计，他们原本都已经设计好了，现在设计好没办法用，他们现在改用 N 这个系列。他说呢
V1 的这个整体的效能性能都很赞，所以我们要用 N2 的 N 这个系列来说，可能要很久很久才能够追得上。所以简单的来说啦，它就是要让中国在整个晶片设计能力来说，你也落后我们美国至少1个世代以上。因为阿里巴巴就讲，现在美国要把它弄成2个阶级，对，而高端的阶级现在。我跟他讲嘛，Amazon 已经在用了。是，你 Amazon 其实跟阿里巴巴说一样东西，你的高端已经被用，可是我们永远被压在那个下一个阶级里面。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针对性非常强。那为什么？你看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阿里巴巴的股价马上就重跌4%。那为什么要重跌4%？我跟大家讲，因为上个礼拜的时候，你看。这个之前的举行了云栖大会，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这个 AI 的，还有这个所谓他们大数据的这个大会，他才自己说，我们这个阿里巴巴的平头哥是他们自己的 IC 设计公司做出了倚天710，你看全球性能领先的云原生处理芯片呢，他讲的非常就没有错。我必须说，这一颗晶片是真的很厉害，很好吗？全世界可能数1数2的 AI 还有云端运算的这个晶片，那这个晶片就是用 ARM 的 Nervous V 架构做出来，另外由台积电的5奈米所代工出来的，所以也就是说，这是晶片真的很厉害。你知道，连之前 ARM 他在推广的时候，他就跟你说，我们这 ARM 这个 Nervous V 呢，你看富岳电脑用的啦，然后包括说像还有很多这 Ultra 有用我们的啦，还有这个云端这个亚马逊有用啊，然后还有阿里巴巴也用啊，你看。他还把阿里巴巴弄出来，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阿里巴巴这个产品是相当好的，但没想到现在不可能，不能用了，不能用了之后就没办法。所以呢，因为这个 ARM 架构来说，我们如果在 AI 运算里面可以用在什么边际运算啦、5G 啦、云端运算啦，还有高效能的这个运算，所以它等于是说，这些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你随时可以转用成军用嘛。我们就讲过。日本现在的富岳电脑，全世界日本最好的这个超级电脑，它用的就是 ARM 架构 Nervous V， 然后用台积电的7奈米代工做成的这个晶片，它就是现在你看日本之前的很多包括他们的疫苗什么都是用这个富岳超级电脑算出来的，现在等于是说，而且它可以随时转做军用嘛，你要核爆，你要设计什么这个东风系列的飞弹，你用中国的这个。超级电脑就做得出来，所以等于是我用现在卡你卡得死死的，让你几乎没有下一步路可以走。所以美国现在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全面的封杀，全封杀。跟他讲，你现在的平台你会完蛋了，你现在所有的大数据中心你会完蛋了，你的云端你会完蛋了，还有你现在的手机，对，他现在的手机很多都是 ARM 架构的，对。你的手机什么小米手机什么都完蛋了，对，这是下一步。因为目前为止，它只针对说 Nervous V 的这个系列，它不让你用。但是如果它真的假设有一天跟你完全闹翻，它这个 ARM 架构不给你用的时候，宝姐真的很惨。不要说中国所有手机啦，中国所有现在的开放性架构的晶片就完全都没办法用，挂了，没办法用的时候，这是相当惨的。所以那事实上，华为还说没关系，我们之前有跟这个 ARM 签了一个永久授权，它这个 V8 系列这个架构是给我们的，所以没有问题，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用。可是问题是 V8 架构是2011年的产物，去年的产物，2011年是10年前的产物，10年前的，这个10年没有用，所以你就知道市场现在整个，那你知道。中国当然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了，很大条，所以呢，之前安谋中国董事长曾经闹过双包，也就是说，安谋已经解职了这个安谋中国董事长叫吴雄昂，就吴雄昂霸占着安谋里面不让他走，就说这些东西我们还要继续授权给我们国内的厂商用。那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还在打官司，所以呢，中国也知道ARM架构千万不能够流失。一流失来说，中国可能会完全芯片会断命的一个情形。所以你说，这一连串的组合拳打下来，它完全不给中国任何活路走。当然不给你活路。那你看，事实上，你看安谋在官网里面写什么？中国智能运算生态的领航者。所以简单的，中国有95%的国产 SoC 都是 ARM 架构处理器。所以那90%，我才说嘛，如果 ARM 真的完全给你封锁的话，你中国的晶片是。瞬间会完全阵亡死掉的一个状况。这不是手机，不是所谓的阿里巴巴的平台，不是超级电脑，是所有都完蛋了，是全部都会挂掉。所以你知道这个非常惨。好，那你知道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阿里云已经推出了这个 ARM 架，就用着Novus V 的这个架构嘛，它有一个 G3 系列的这个晶片。本来宝洁那事实上这个原本呢，中国不是美国不是不卖 A100跟 H100吗？本来中国的一个想法就是，那我们去跟亚马逊买这个晶片来用。就没想到这个晶片，因为它是 Novus V， 所以现在也不能够卖给中国，所以也就是它的取代方案也没有办法用。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所以我才说，我觉得拜登这些人呢，他们是真的懂半导体的，他知道怎么去封，一层一层封，他现在一层一层一层封得非常非常细，让你几乎是没有路可以走的一个状况。所以以前布袋戏的时候有一句话。
我吼你一步一步打你希望会盖说。没错，就是让你完全，而且是把你用捆龙锁把你捆得越来越紧的一个状况。所以那事实上现在这个阿里巴巴或是中国，他们现在在拼个东西。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平台叫 RISC-V 这个平台。这个平台是目前中国唯一能够脱颖而出，因为我们知道 X86 平台是 Intel 的平台，那 ARM 架构目前来说的话是英国跟美国的平台，那这个 RISC-V 是目前开放源的这个平台，所以现在中国几乎是完全堵在这个平台上面。但是问题是，那我就说美国非常厉害，就是好，这个 RISC-V 我可以让你用，但是呢，我晶片给你控制在，你就生产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让你继续奔驰吧。而且现在的厂商其实很少，你中国可以说要从头开始做起，所以我才说嘛，这就是美国对你的很简单的这个封锁，让你几乎是完全无路可走的一个状况。而且现在反而是跟台湾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当然，我们讲就在这个ARM呢要接受美国跟英国的这个所谓禁令的时候，你看他的高层来台湾访问，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他这一次其实ARM的这个老板呢，他也有出席在我们这个亚利桑那的这个开工典里面。这个进场点里面，那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的晶片里面大概80%-90%也是说 ARM 的这个架构，所以我才说嘛，ARM 这家公司是相当重要。那它加入了英美的封锁之后，如果这个封锁只有到这边，那当然中国还有活路。但如果整个架构都不给你用的时候，那对中国来说可以说是史袭的到来。好，辉成刚刚讲的，美国现在对中国打这组合拳，第一个就是我美国的产品你不可以使用，我等于说限令。第二就是你中国不管你的公司、你的厂商什么东西，我开始进行处分。进行处分是第一个，你不可以跟美国来往。今天更夸张了，你上海存储这些东西开始要列入黑名单，列入黑名单，你甚至什么，你不可以跟美国的金融单位有所往来，你不可以跟美国金融单位有所往来，就代表你要跟华尔街切八段了。简单讲就是残谋高罪谋牢啦。你不只是技术上不让你往来，连金流这个部分也不可以让你有任何的一个美方的资金在里面。那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事实上呢，前一阵子就是长江存储被美国列入一个未核实名单，什么意思？就是说，哎呀，你这个可能有一些疑虑哦。那你这样子，我们可能未来会把你列入实体清单，也就是不能把美国任何的一个相关零组件卖给你。后来中国记不记得中国让步了？让步什么？就说好，那你来查嘛，那你来查，就代表着他们希望还可以继续买那个美国相关零件。没有想到中国就算让步，美国嘛不会放你耍，什么意思？金融时报最新的一个报道，他说最快美国在本周就会把长江存储这些包括36家的中企全部列入贸易的黑名单当中。换句话说，你也是继华为跟中兴之后呢，不准再买美国的这一些零组件，除非经过美国政府的同意。真的残谋高罪谋牢了，真的是残谋高罪谋牢。而且呢，你知道人家中国之前已经有点让步，已经有点示软，没有，我还是继续把你杀到底。除此之外，美国国会这边就是他们那个多数党的领袖舒默提出了一个最新的法案，什么最新的法案呢？就是要把这些中国开发5G 技术或从事工业间谍活动重大交易的这一些中国企业，跟美国的一个企业这边部分完全不可以任何资金往来。那第一个可能会列为其中点名的名单是谁呢？就是华为，因为他认为华为呢，你过去一段时间其实你是以所谓的名气之名，但事实上你根本就帮中国政府进行一个军事，甚至是一个工业上的一个间谍行为，所以他头号对象就指向华为。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华为就美国的企业，任何企业或者是华尔街就不可以跟华为公司有任何的资金往来的情况。而且这个法案不是只有舒默提出还获得共和党科顿这边的支持所以换句话说，这法案有点是跨党派的一个支持。另外一个大家在点名的一个企业是哪个企业呢？ TikTok。他们说，对，现在连 TikTok 都被点名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说现在美国呢非常多的年轻人在用 TikTok， 所以他们就说，美国也盯上了 TikTok 了，也盯上 TikTok， 而且他们就说，因为很多人用 TikTok， 然后他们把那个华为、中兴跟 TikTok 认为说，你这3个中企都有可能侵害到美国消费者的一个个人各自的问题，甚至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安。所以这个用下去，我们现在只有看到好像华为、中兴，现在是连 TikTok 都有会被。现在有一个调查 ，TikTok 是美国年轻人使用最高的一个 App。
你这么多美国年轻人使用的，你敢禁掉吗？而且大家会认为说这个 TikTok 可能是比较娱乐性嘛，可能就是就是大家年轻人在玩啊，没有，他认为你在这样的情况中，你无形当中也会去将美国的一些国安的安全给泄露出去，或者是你个人的各自的安全也泄露出去，所以他们就说未来也会严厉这个相关娱乐这个部分，也可能要列入所谓的黑名单当中。那现在另外是这样，这个禁令一发威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本来很多美国企业都是在服务中企的，那你这样子一刀一刀砍向中国的一些科技公司，那美国企业怎么活啊？自己也会受伤。所以现在就有一些企业就有哪些受伤的呢？包括科林科林他们就说他们以后呢有专门服务中国2个企业这个团队，至少就要开始要裁员可能会高达他们整个公司的裁员名单里面高达10%的人，所以这也是对他们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他们进一步推估光是这样子美国禁令下去，科林就会失去中国大客户，预计2023年光是营收就会少25亿美元所以美国的禁令下去，其实对美国企业自己也是很伤啊。美国不在乎，没有办法，因为国家安全最为关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国这样子狠狠的出招，中国要怎么样防治呢？刚刚不是提到吗？中国本来心想说，好，那你来查，我开始示软，没有想到这示软，看在美国眼里一点用都没有。现在中国也发威了，怎么样发威呢？光以中芯来讲，他们中国政府已经有这个传出说要弄出4.4兆台币来全力扶植半导体的相关产业发展，4.4兆，加西朗，而且你知道中芯现在很有趣他就发现说好。在比如说10奈米以下的这种尖端的科技，我拼不过你美国，我拼不过你台积电，那我全力来把我28奈米成熟制程，我就把它做大，然后把这个整个全世界的占额占到从目前大概不到10%，提升1倍，可能占到20%，那总可以吧？那你想说只是成熟制程，那应该对全世界危害不大吧？没有，不好意思，这个成熟制程28奈米，包括车用的所有的娱乐或是安全系统，或者是相关的一个图像系统，28奈米就已经够用了。所以我直赢不了你，我在量跟你拼生死，量拼生死，而且这量拼生死，你不要小看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过去的经验知道，只要中国企业大举挥向，不管是面板或 LED， 它都会把它变成是一个红海，红海就展开了杀戮战。展开杀戮战，中国做法是这样，我就请全国之力补贴我的厂商，我用低价策略把其他的整个市场全部都打烂之后，你们全部都死光，只剩我存活下来。所以它有可能在28奈米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制霸这个领域，所以它进一步的也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全世界车厂的一个生存情况。好，所以董事长，美国真的完全不给中国任何活路走吗？刚刚讲到的，你从整个的半导体的设计，从半导体的这个所谓的光刻机，从半导体这样用的材料，现在你连半导体的架构你就全面封锁了。半导体的架构的 ARM 这个公司目前最大的股东是这个孙正义软银嘛，孙正义。那孙正义现在你也知道，他在中国的投资全面惨败，所以他现在准备打这个翻身仗就靠这个靠 ARM， 他靠 ARM， 他准备把 ARM 变成一个全世界最好最大的一个 IC 的设计平台，等于说有更大的功能了不只是目前的框架功能而已。有可能因而可以吸金吸到有300-500亿美金的规模，所以他的这个在这个案子上面野心很大。对，但是如果说看到，可是在中国市场不能进去这是目前看到的情况嘛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长江存储对，长江存储，我有朋友以前在长江存储工作嘛长江存储的问题是不太一样，但听我朋友的说法根本很简单，就美光在搞它，美光的所以把它列到黑名单。列到黑名单是因为你是美光的潜在竞争者，不是潜在公开的竞争者。美光也是做 DRAM 跟 NAND Flash 嘛，对不对？两个都做一样的，做记忆体嘛，对不对？所以两个就干了嘛。那美光现在大投资，你也知道，对，因为美国现在大量投资没错。那如果我要扶持美光，美光后面有很多参议员，有很多 lobby 的力量，那当然就干他嘛。我把我的敌人先干掉，先干，对啊，先把。他长江存储其实到底犯了什么错，我们也不知道了但他找了个理由，就是说要他要去做的 end user check， 就是最终使用者的查核。那中国大陆不同意我卖给谁要你同意对，他也不是查你的设备，是你查最后卖给谁，你卖给谁都不行。对，美国商务部要查这个，就是 end user check。
那这个最终使用者的查核工作，中国政府当然不同意啊！我要卖给军方，卖给谁？要你老美同意，哪有这回事？结果后来在10月份不同意，听说最近同意了。那同意之后呢，没用，因为美光干他了，知道？所以软化，但是不能解决问题。那这个，所以目前的情况，其实，所以我朋友告诉我说，最简单的，不要相信这个，他就是美光要打他，把他打死，这么简单一个故事。那是商业竞争，就是商业竞争。然后目前呢有一个统计，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全世界的这个总共的半导体，那今年的这个去年跟今年1年平均量大概是5100亿美金左右总量，知道吧？但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了啊，那中国大陆进口直接进口的是1800亿美金，但它实际上它生产的目前多少呢？120亿美金。这生产率超低嘛，对，120亿去比5000亿嘛，你看到没有？才大概3%都不到嘛，自制率连3%都不到，所以它这个公司在美国我说整个封锁之后的就是这种惨状，所以它中心呢去扩大28奈米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我也认为困难重重，没那么简单，全部被卡住了，全部被卡住，所有的工具通通不给你啊，你的人不给你啊。然后你的设计的相关的设备不给你啊，软体也不给你啊，就硬体、软体、人通通不给你。然后你要卖给谁，要我同意，那怎么玩？美国就全面卡他，然后美国政府在反向再投钱，你中共投4兆美金，我这边几千亿也干下去了，所以美国人也学中国人一样啊，就是政府补贴。两边全世界都在玩这个啊！所以拜登政府就像思聪讲，他们对半导体真的非常熟悉，而且他不会留任何的空隙，让你有可乘之机。这全部，所以张忠谋讲得很清楚啊，全球化已死，全球化已死，自由贸易整个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自由贸易，全部是地缘政治嘛，全部是国家跟国家在拼嘛。在美国拿钱支援企业，然后支援企业找理由封杀你，什么怪招都用得出来。然后老共也开始也花钱，就大家花钱干，然后能赢多少算多少，那最后结果怎么样不知道。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中国在5年之内落后这个，在这个战场上全面落后，应该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好，这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佣兵干嘛？他是跑遍天下，跑遍世界各地。可是美国最近针对他一个飞行员，特别是海军的飞行员，进行了一个控诉。他做了什么事？他就叫中国的飞行员怎么样子在航母上起降，竟然就把他起诉了。对，美国现在对于中国封锁是全方位的，不会只有半导体啊，所有经济、科技、军事全部全方位封锁，连教飞行都不行。对，教飞行都不行，而且他退役，而且退役很久，而且这是10几年前的事情哦。而且我先讲，你看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新闻。他说，美国起诉了一个美国飞行员帮中国飞行员进行航母训练的项目，原因就跟我们猜的一样，航母起降真的是很难呐，很难，跟在地表上不一样，因为它有浪涌，是有涌浪的，所以它的落差的高度可能差5公尺、10公尺都有可能。你在降落忽然一个浪下来，你可能就是你就坠毁了嘛。所以到底怎么判断呢？然后地勤人员要怎么配合啊？美国是摔了几百架才学会的嘛，对不对？好，那现在中国就在想什么东西呢？有一个美国海军的陆战队的军官，他在2002年退役。那这种退役的过程，退役后通常都会被列管，对不对？有的是列管5年或怎么样。结果呢，他退役后就去澳洲退役生活嘛。结果呢，中国就开始吸收他。2009年他就密集去中国出差，所谓出差其实跟所谓招待。结果呢，2010年的时候，他开始训练中国飞行员，而且这个训练很有趣，你要人事实地物，你不是说我教你就可以，对不对？结果呢，他们就选在南非开普敦，在南非教，对，鞭长莫及，而且是南非开普敦郊区的一个飞行训练场。然后呢，他要有这种 T2 项链的像素的舰载机，他要协助这个南非的飞行公司去伪造这个出口许可。然后呢，因为美国一定会问嘛，你要卖给谁，你要干嘛等等，反正都是盟国，都自己人等等的，好就运到南非了。结果呢，全部是老共飞行员在那边学，而且呢，这个物超所值啊，所以老共的舰队等于说，他之前辽宁号那群飞行员是在南非受训练的，对，因为他训练的时间是2010年到2012年这3年正是中国的辽宁号要开始去做辽宁号舰载机的时候，然后要有舰载机，然后要有飞行员要服役的时候，所以等于说他几乎就是中国第一批舰载机的训练之父。所以呢，他在训练过程中呢非常夸张。现在起诉书看到什么？
你除了起降之外，你不是光起降就可以，还有战斗机的战术训练、战斗机的武器教学，甚至还有电子战与战术的执行。所以这东西等于全套都移植到所谓的这个中国身上。之前美国人睁只眼闭只眼，对不对？现在拍谁起诉啊？这么久之前是照样起诉，对，是2010年到2012年，今年都2022年呢。所以你要知道，美国对于中国，因为美国知道这种东西瞒不住的嘛。不是，而且我觉得可怕在哪里？你这样讲，这是2017年的一个起诉书，刚刚讲你是2010年的事情，结果呢，他干嘛？你在哪里被抓到？你在澳洲被抓到。我在2010年干的事情，我在2017年被起诉，我躲到澳洲，我去澳洲被抓到，这叫虽远必诛啊！所以说这才叫虽远必诛。对，你再远我都把你抓到嘛。所以美国对于这个东西真的在防范，为什么不防范？不防范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美国有拿到另外一份官方文件，你看中国除了招募他之外，实锤之外，招募具有隐形战机跟航母经验的西方飞行员。而且这个招募不是只有美国，它包含英国、包含挪威、包含法国这些飞行员因为呢，英国啊、挪威啊、法国这些飞行员老美教的嘛，我找不到老美，我找这些人也是可以所以呢，他们就从这边招募，而且呢，至少看到有4名具有驾驶 F-35经验的人被招募过。哇，那我连第5代战斗机这种垂直起降我都被招募的话，那我没有秘密嘛？而且呢，它这个东西很有趣。他说承诺给多少钱呢？几个月我就给你几10万美金。可是很有趣，赖账，中国老赖，中国竟然给我赖账，因为他们看这个内部信件说，他们发现第一个，中国的学员你看发现他们资格严重不足，而且缺乏准备。你可能找些菜椒就直接过来，你可能连这个基本战斗飞行都不会了，就来这边学。然后呢，他还说设施有问题，训练飞机有问题，机场有问题，住宿有问题。而且呢，还拖欠400万到500万美元的欠款，还给我老赖，所以就知道中国其实过去为了要偷这技术，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力气，可确实偷不到。好，廷辉，我非常惊讶的是，现在美国对中国封锁到你现在如果胆敢跑到了，等于都跑到国外去训练中国的飞行员，你是有罪，而且是重罪耶。其实美国这些退役的这些军人他基本上有没有叛国？其实美国早就有在追踪这些东西了。但是其实我比较怀疑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到底是他教中国的飞行员知道怎么去在航母上这个停载，还是说他本身来讲的话，是中国在反向工程在推论美国的这个飞行员他们是怎么作业的？就怎么讲呢？因为对中国来讲的话，这没有必要。因为中国有自己的一套系统，中国那些战机来讲的话，它的那个走的路线也跟美规的路线不太一样，所以你用美规的方式那个经验去教中国，其实说真的，他们只是听一听，他们重点在哪里？了解美国，对，是了解美国，了解美国的战术，是了解美国战术跟战绩，还有它的弱点在哪里。以后如果中国要打美国的话，攻击美国的话，我就知道从哪边攻。所以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知己知彼是，所以他并不是说要你美国来教他，其实他不必要，他根本就他也不会让你知道说中国内部怎么起降的，对，怎么起降，内部的仪器是怎么，可能很烂，也有可能很好，但不管怎么样，他也不会让美国人知道，怎么运作不会让你知道，对，因为他也害怕这个美国人会把秘密献回到美国这个情报系统去，所以他也会透过这个人把所有的各国的战绩，你看他把那个各国飞行员的全部都叫来，那干嘛？都是在了解各国的状态，这其实才是中共真正的目的那美国其实早就已经发现到这一点了，因为我不是在教你这个技术，不是让你技术提升的概念是你都在窃取我的东西，你都在了解我的东西。那我今天来讲我说的东西有弱点就被你破坏掉了。那是泄密的问题，是泄密的问题，是保防的问题。所以现在美国来讲的话，是所有东西都被切八段。为什么切八段？不让你知道我太多，不让你知道我太多了之后，以后呢，我怎么跑，我怎么走，我的规则怎么制定，那你就跟不上。那你跟不上我，除了你跟不上我之外，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来搞我。所以这才是基本上美国现在为什么要跟中国切八段的一个真正目的。当然讲的，在商场上那更是血淋的一个战争。没错，最近有一个非常精彩，就是以所谓的龙邦为首的市场派，他们要干嘛？我要买下了泰山，买下泰山，其实我剑指在哪里？剑指我后面你掌握的全家便利商店。对，那泰山的公司派为了保护我自己，我就干脆讲。最肥的羊什么是全家？那我把全家卖掉了，那你就没有必要来买我了。对，就没有想到
现在龙邦说不可以，对我非买不可。而且这场战真的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市场派想要拿下泰山，那我们知道泰山，因为它拥有20多%、21%左右的这个全家的股份，那事实上是全家第2大股东，所以呢，那你只要拿下全家的时候，你随时有机会发动对全家的收购，所以这个对这个泰山来讲的话 ，OK， 那我就把全家卖掉就算了。但是呢，所以你说这是隔山打牛。对，但是对伊藤忠，也就是泰山后面的大股东伊藤忠呢，全家后面的大股东伊藤忠，他持有45%来说，他不能够接受。等一下，全家背后最大的股东是伊藤，是对，日本人。日本的伊藤忠，他是最大股东，他不能够接受。万一你这20%卖给了这个市场派之后，你有一天你市场派来挑战我伊藤忠怎么办？对，所以这次伊藤忠亲自出手。他出手什么？他找了说，好，你要这个卖这个20万张，对不对？卖这个4万多张，要80亿，我帮你找一个大咖。大咖你要找谁？几天的时间你要拿出80亿的，只有一个公司，他找了国泰人寿来了。所以国泰呢？国泰这么有钱？对，国泰这次由蔡宏土呢，他用他们旗下的万宝的这个相关的开发公司拿下了这个股份。那为什么这一次一个好棋呢？第一个。国泰在国内这个权势来说的话，我相信啊，市场派他可能也不太敢招惹，所以这个所以80亿的投资来说，伊藤忠是签了线之后，他大概可以巩固。因为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国泰呢，因为有意识的跟全家结盟，那伊藤忠当然是非常开心，所以找了个大股东进来之后，可以巩固整个全家的这个经营阶层，然后又可以让这个市场派应该有可能会知难而退的这个情形。而且我现在才知道说，原来日本商社在台湾的商业界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而且我们在台湾看到，包括说像全家啦，包括说像吉野家啦、宅配通啦，这其实宅配通也是他的，对，这其实呢都是伊藤忠的。甚至我们知道以前的味全，他也跟伊藤忠关系是相当好。鼎新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是跟伊藤忠一起合作，对，所以呢，事实上伊藤忠呢，他是很深耕台湾的一个状况。我都跟大家讲一件事。台湾现在可能大家都忘记了，现在台湾101的最大股东是谁？大家知道吗？也是伊藤忠吗？就是伊藤忠，真假的？伊藤忠目前占有37.17%，他是101的最大股东。所以我就跟你讲，事实上目前为止，他在台湾的耕耘是相当深啊。所以为什么他很在意这件事？因为他准备是以台湾为一个根据地，然后以台湾的这个发展的这个主轴呢，后来往外推，可能整个东南亚，因为他说。其实台湾的这个发展很适合到东南亚去发展，它的模式也很适合到中国去发展。以前日本把台湾当成南进基地，对，他视为南进基地进到东南亚，伊藤忠社就是用日本军方的概念来经营台湾。对，所以你就知道伊藤忠在台湾的深耕是相当深。那事实上因为伊藤忠的他在台湾深耕相当深，而且他本身呢在全世界的物流啦，或者说食品，他实力相当强。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巴菲特不是来台湾买台积电吗？对，他在日本买了5大商社里面，也有伊藤忠也是5大商社之一。所以呢，事实上他当时买了5大商社，包括三菱、三井、伊藤忠、住友跟丸红嘛。这伊藤忠就是他买的一个公司之一。所以呢，事实上你看，巴菲特也非常厉害，他也知道说，我选来选去来说的话，在台湾就要买台积电，在日本就要买了5大商社。5大商社里面来说，伊藤忠，你看他对台湾布局之深，我相信可能很多台湾人都始料未及，原来他在台湾耕耘了这么久又这么深的一个状况。而且他买了伊藤忠他所有里面获利最高的。对，因为伊藤忠本身啊，他的这个事业范围是比较广一点，所以这几年的这个业绩里面来说也是突飞猛进，所以我才说嘛，这个巴菲特的眼光真的是相当精准。好，那刚刚讲的这一次出手，居然是蔡宏图出面，可居然是他的这是他儿子吗？对，蔡宗翰出手。对，没错。事实上，这一次的拍板定案的这个，虽然说表面上是蔡宏图，但其实是他儿子。宝杰，我跟你讲，事实上国泰人寿吃下全家，他牵动到2个版图，现在开始要重新位移。第一是我们国内的零售业，为什么国内零售业？现在国内零售业第1名是统一跟全联，再紧接着是富邦的 MOMO。现在他加入了全家之后，哇，未来国泰人寿可以灌注到全家里面去。国泰有一个心结，国泰永远要跟富邦斗。没错，你现在有了全家，对，我也要在通路跟你拼。所以我就跟你说，现在是通路战，可能因为全家有这个国泰进来之后，哇，他未来搞不好，因为伊藤忠，我们讲日本商社都很保守，所以他过去在台湾的展店速度很慢，
一直都比统一更慢。现在现在国泰国泰有的是钱啊，他注资进去让你去跟统一拼，这不是不可能、啊。不是国泰现在就少了物流这一对，块啊，所以他会全力去拱这个东西。所以我在说他，所以这也变成是国泰跟富邦之间的斗。没错，他这也会牵动到这个，然后也牵动到我们国内的整个零售版图开始在进行重整。另外一个国泰为什么要拿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国泰在前一阵子，我们高嘉瑜委员也批评过他的 ATM 常常宕机嘛。对，我觉得他真的要好好弄 ATM。对 ，ATM 宕机的时候，他 ATM 目前是全台湾第2，他全台湾第2之后，全台湾第1是中信，中信因为它有 7-Eleven 的通路，那我只要拿下全家的通路之后，我也会变成全台湾第1。对，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个对蔡宏土或蔡家来讲，哇！这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他们想都没想到这么好的机会，难怪80亿以下拿出来居然了，出现在他们的眼前，然后马上就买下来，所以才说这个真的是，虽然说这80亿的这个投资，大家看说啊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它其实牵动到台湾零售跟整个金控的版图是相当大的。